现在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爸问题特别多，在教育孩子方面呢，不用心不给力。我自己呢，不仅要工作，回家还要管2个小孩，干家务，非常辛苦。自从有了2胎，孩子妈脾气变得很急躁，对我要求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差。她总说我不做家务，不管孩子的学习。但我觉得我比起之前，我已经很努力了，是她要求太高。家务活不好好干，还要打游戏，在教育孩子这一块，不仅帮不上忙，还尽添乱。她现在只要心情不好，就把我当作出气筒，真的让我觉得很无奈，很烦躁。我今天来也希望可以找到让我们家庭恢复和谐的方法，因为我实在不想每天经历这样的死循环了。一个男人要寻求家庭和谐的秘籍，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任先生34岁，来自浙江设计师；方女士38岁，来自浙江教师。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这个小片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啊，叫不给力啊，玩游戏啊，死循环，还有一个特别重点叫2胎之家哈，给了个背景，大宝多大，二宝多大？大宝今年7岁，二宝4岁。俩儿子是吧？对，2个儿子。哎呀，不好带是吧？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也很顽皮。您是老师是吧？对。教哪个年龄段的老师啊？中学。老师一般都比较严厉是吧？在家里的要求也比较那个是吧？就像他说的是职业病嘛。啊，职业病啊。说说怎么不给力吧。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2个都是男孩子嘛，就是特别皮。我们老公的话喜欢玩游戏，在照顾小孩子身上啊，或者在干家务身上就不用心。简单举个例子啊，然后比方说有一次，我要去给他换尿片，我们小孩子啊，小的时候嘛，他就在那边玩游戏，尿布解开之后发现有臭臭，我要打盆水嘛，我说你给他肚脐眼盖一下，然后他就一手玩游戏，然后用1个手指头摁了他肚脐眼。知道吗？他脑子里就是玩游戏，就听到盖下肚脐眼这几个字就盖下肚脐眼，这盖上了呀。他那对呀，盖上了呀。天气也不冷。小孩子很容易生病的，脑子里打游戏的时间很多干家务就是不用心嘛就是还有比方说有一次去那个超市里，我说买个鸡啊，炖个鸡汤喝什么的，买了之后我估计的他就是水冲了一下。整个放锅里去炖炖2-3个小时，我回来他说很幸福，我今天炖鸡很好，然后我就一吃喝那个汤，我觉得怎么有点苦呢？我就扒开那个鸡一看，所有的内脏他都没有取出来，都不看一下内脏整个在里面，你看炖出来这个鸡是什么样味道？你结婚多少年了？8年了。对呀，结婚也8年了，才发现有这问题啊。也不是，小的时候嘛，父母有帮忙来带，他就活就比较少。他本身自己也是个独生子女嘛，家里活也干得少。现在我们小宝上幼儿园了嘛，然后我们觉得老人带的话不好教育，就主要我们2个自己带。所以过去孩子是父母帮着带啊？对。谁的父母啊？您的父母还是先生的父母？我父母。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姥姥姥爷不再管这俩孩子？就是二宝上幼儿园。3岁。对。也就是说这一年的矛盾应该是冲突最大的，从3岁到4岁。还有一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宝上1年级。1年级的话要辅导功课啊，现在很多人说就是老母亲辅导功课简直就要心脏搭桥的那种，很辛苦很辛苦，你知道吗？我这个脾气1年级嘛也比较差。大宝因为以前是我妈带嘛，就脾气可能不是很好学校里要哭闹，老师想给我打电话，然后成绩也是从后面数上来，他说大概第几个就这样。那我自己是老师，我也要面子，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压力很大，真的很大。所以孩子的学习让您焦虑是吧？很焦虑。这个二宝的成长让您焦虑是吧？这个时候就越发觉得这个先生不给力是吧？对。有他说的问题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是他过于焦虑了。说说你的理由吧。我觉得我们小孩也挺聪明的，他可能就是现在还没开窍。教育功课的时候，他心脏要搭桥。我在外面，我听到他那个吼声，我也要搭桥。因为小孩子，比如说这个字写的没照他要求啊，口上念的这个题目不够啊，
这会儿出来，只要看到我闲在那里，家里有点不干净，我躲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只要孩子一回家开始辅导作业了，这家就消停不了了，是这意思吧？对，基本上是。你陪二宝玩呗。他就是陪，是这样陪的，给他讲故事，讲着讲着就看手机了。然后我们二宝就是溜了，又溜到我这里来了。妈妈，你跟我讲，我一边要辅导这个，我又要弄这个，我就要喊他了。是吗？小孩子讲了几个故事以后，他就要跑去玩了嘛。那我就想，我稍微歇一下啊。那他一不留神窜到他哥房间里，然后平常为这事儿吵吗？夫妻之间经常吵，吵得厉害吗？这样，因为小孩子在，我觉得不能在小孩子面前经常吵啊。就是我老压抑着，压抑的时候，这个人脸色是很难看的，看他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啊。那现在这家务谁做呀？他活是干的，但是就是干的不用心。哎呀，干了就行了嘛，还要可是干的不好，你知道吧？原来我们2个人单身的时候，你弄乱点，我来收拾一下，问题不大啊。现在2个小孩子，他们破坏力太强了，所以才收拾不好嘛。他老是说我不干活，不做家务，但很多时候我做了，我觉得做了以后，他就还是挑剔，他还是要来说我。那有的时候我就想偷个懒，那反正都是挨批嘛。不，他有时候鼓励我一下。他有时候觉得家务活，比方说我说你洗个碗吧，他就把碗洗了啊，灶台几乎不擦，随便弄一下。油烟机也从来不擦，你说多少张？我说你每天擦，就抹一下就行了。那就这样，还态度还很差，说我洗碗的时候你就不要进来。那你后来说了，我不是也擦了吗？擦的是一塌糊涂。我觉得他这个嘴巴就是不停的说，不停的说，我都觉得我有叛逆心理啊。我就感觉我养了3个儿子，多幸福啊！多辛苦啊，你知道吗？不是您。我一听起来您不干家务啊，您是回来以后指点江山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一回到家，他就是烧饭烧一半嘛，菜不会烧我来烧。烧了饭之后，我伺候小孩子吃饭，那小宝不是还要这跑上跑下，弄了一塌糊涂，我还伺候他吃饭。吃完饭呢，有时候我洗碗，有时候他洗碗那么洗完之后，那辅导大包作业，就鸡飞狗跳要哭完闹那个2-3个小时，我就一直在那边站着，你知道我都不坐，我都站着的，站2-3个小时这样陪着他。我多累，然后弄完了之后，小宝一会儿又扯进来，妈妈，你给我讲故事。有时候我说你先坐会儿，我给弟弟讲个故事。哎呀，练琴什么的都是我的活啊！现在都是打卡拍视频发给老师，都是我的活。弄完之后，给他们洗澡、拿衣服弄好，哄他们睡觉还要睡前讲故事。等他们弄完之后，我还得收衣服、叠衣服，弄好、整理好，就是没停过。我手机就是没时间拿到手。哎呀，听你夫人这么说，那你这些时间都在干嘛呢？从你老婆进家门之后，你在干嘛？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对，就这样。我一进家门，他就觉得进家门以后，我略有放松。对，你说说是怎么略放的吧？你像衣服我也洗也晒，但是就是少了一点。那关键就是我觉得他要稍微鼓励我一下，说点好听的，我就动力足嘛。我这老是一个被呵斥的状态。您这我听着多多少少有点自己找罪受的意思，是吧？哎呦，儿子洗澡应该交给他呀。小宝4岁啦。不是，不太喜欢爸爸。就像我们辅导作业，我们大宝就不要爸爸辅导的。为什么？他平时也不来辅导，关键时候，比如我在辅导的时候，冲进来，你这写的这么差。比方说口算，老师说你2到3遍。对，这个给我们这个当爹的起过一个外号。叫抽风式管教啊，就是今天发疯了，我来发一下疯啊。平常持续的都交给妈，是吧？对。发疯的时候咱们出现一下，是这意思吧？咱这样吧，咱提期望吧，好不好？就是希望变成什么样吧？现状咱们听出来了啊，那有啥期望和期待呀？我是这样，首先干家务。你不要老想着你是帮我来干的，家务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不能老觉得好像我让你干这你就干这个。对，你主动一点嘛，你眼里找点活，你不要老是。老师这个话在管理上面就一句话，变让你干到你要干。对，你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吧？对。第二个就是游戏少打一点，还有嘛就是在教育小孩子一块，你要不就承担一部分。你要不就别来拖后腿，给我打岔，我好不容易自己压制住了，你还给我给掀起来啊？那您是希望他和风细雨，还是说他就压根儿不管？我觉得他肯定承担一部分，比方说小宝，你就交给你了，分工明确。对啊，主动参与，分工明确，这是您的2个要求和期待。是的，您的要求和期待呢？我其实也知道他辛苦，我希望他就是对我态度好一点，尤其是很多时候他教育完小孩子，看到我就是怎么看怎么碍眼，我有时候也过得胆战心惊的，受了好多气是吧？
对，委屈吗？有一部分吧。行，您把那个死循环给我描述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你们家是个死循环？因为小孩子学习有点欠缺嘛，那他去辅导啊，他很多时候心情不太好，出来以后，我很快就心情不太好了，因为他就冲我发火嘛。然后，那我有的时候路过看到小孩子这字写的不行，那我路过，我就会说他嘛。然后过一会儿他写的更差，然后他又得找我啊。你们在儿子面前争吵吗？吵也吵，我有时候就是我一想到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我不跟你吵。其实那小孩子很聪明的，他们早就感受到我们家气氛就是不太好哈，不太好啊。尤其大宝他能感受到。我这儿有点东西啊，给你们俩谁先看呢？字儿还可以哎啊，1年级的字儿还可以哎。我们家大宝吗？我来看一下。编导去的时候，你看当妈的和当爹的不一样啊。看一下吗？我看一下。啊，是他写的吗？是儿子的字吗？是，确实有点差啊。挺好的，1年级，他要求很高的。来，您回去啊，看一下。确实一般。哎，你们俩怎么都关注在字上了？我关注的是内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爸爸妈妈，我知道我学习不是很好，也知道你们急，但我会努力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吵架了。第一个架写错了啊，擦掉了，所以写了第2个架，不要再吵架了啊，挺好的。下了节目送给你们啊。所以其实都想让这个家庭好起来，但是不得其法，是吧？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真的也有努力在学，在去做。那确实像我老婆说的，我感觉很多东西她觉得可能有点乱，有点我感觉好像我确实不是很看得见啊。这个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啊。我不是抹稀泥哈。我是觉得家里有了孩子之后，早上收拾，到了晚上他就会大变样，就是会特别乱。尤其我相信2个男孩，这个年龄的男孩，家里怎么收拾，永远是收拾不干净的。所以我那个思路特别简单，客厅该乱就乱吧。我那书房你们别给我霍霍，门一锁，其他地方你就翻了天。我跟家里人说，我们都可以不用收拾。你要接受这个东西啊，这是我的性格啊，我基本喜欢属于那抹稀泥那种，你知道吧？当然我相信这今天在座的都是做爹妈的嘛，咱们就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谁做的特别好，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看看怎么能把这种焦虑啊、不适啊、辛苦的东西给它转化一下，在辛苦当中能找点那个幸福的玩意儿，别天天好像苦到最后觉得到底图什么，其实过程还是挺幸福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方女士，我跟你分享一下女人的智慧哈。我觉得做女人呢，就是要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上难得糊涂。我觉得你需要调整2方面的状态，第一方面是你的家庭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第2方面就是你的心态。我们先来说这个方法，你会发现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正向的反馈远远要比负向的反馈让他获得的更多。1次鼓励也许比10次批评让他成长的更快。那这个方法到成人身上一样适用啊。男性是什么？他是一种直线性思考的生物。你跟他讲，你说来你把肚脐盖上，他真的就会只把肚脐眼盖上。所以如果你希望他可以做得很好，你要给他做示范。家务，我这个地要拖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房间大概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清扫才是合你要求的，你要明确的告诉他。然后他在做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这里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这样就更好了，老公加油。这样会不会心里面好受一点啊？那美的。这是一种就是沟通的方式方法。第2方面就是你自己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你，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但是不要过于焦虑。做女人啊，对待生活有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说这里乱了，他也不是没有做，差不多就行。孩子的课业我们尽力就好，
至于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能去替他答题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过分的焦虑，这样的焦虑就反馈到先生，反馈到孩子。因为妈妈经常会河东狮吼，所以要更平和一点，整个的家庭氛围就会更和谐，这是您需要调整的。那作为先生，老婆一回家您就下班了吧？不要说2个孩子的妈妈，就是1个孩子的妈妈，基本上24个小时当中，她需要工作16个小时。我睁开眼睛就开始忙活我儿子那点事儿，一直到晚上10点，他闭上眼睛，我才算结束。我昨天出差的时候，我要收拾行李，但他就会一直在旁边捣乱。我放一件进去，他给我拿出来一件。我说来去找爸爸，他去找爸爸了。这个时候我就在隔壁听到我先生说去找妈妈玩，你说你的火蹭一下就起来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找妈妈玩？你帮我看一下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你太太目前的状况。忙完老大，忙老二，忙完老二做家务，其实你做的还可以，但是可以更好。比如你就把家里的卫生搞干净，这是第一点，家务分工，你来整理卫生，你来整理所有的东西。第二点，饭给人家做好，上一天班很累，他回来喂孩子。第三点，老二归你了，老大归老师管学习，等上小学以后，老二的学习也可以归他，你再负责其他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共同为这个家庭承担经济方面的责任，承担陪伴方面的责任，承担家务的责任，这样就是幸福的一家4口。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德阳老师。于老师，那我看到的是这家4口一个紧张和焦虑状态，从大人到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做那个事儿本身啊，就已经很累了，带着一个焦虑的情绪，比做事本身更累。是的，不要说，哎呀，我家生了个2宝，活多了，我们任务就多了。那如果你都很开心，享受2个宝宝这种幸福之家，其实做起来应该越做越开心才是。女人有的时候呢，心比较细，对吧？会容易挑出来男方一些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一些粗心和不得当。那我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教育孩子和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不好的地方或者问题呢？因为你总是挑别人挑得很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老说的职业就要求比较高，看不得就是眼里有问题，哎，反正说不定就焦虑。所以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指责型的人大概有2种，一种呢就是自己比较自卑，自己自卑啊就容易指责别人。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追求完美，就是自己要求特别高，不允许有瑕疵。那我大概判断你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但是你要知道，完美型的人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甚至孩子在教育当中都不敢让父亲碰。那么这样下来的话，就什么问题呢？你又想让他干活，但是对他干活又不放心，最后是什么呢？处理不讨好。对对对，家里是男孩对吧？2个都是男孩，男孩和女孩他教养方式一定有不同的。如果你把一个男孩教养的那么细，其实对他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孩子这么点的年龄就学会焦虑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呀。那就允许用爸爸的粗线条去教养，你那儿就细一点，那爸爸就粗一点。另外一个，你在指责他的时候，他在家庭当中他干了所有活，他没有价值感，没有成就感，只是完成任务，所以呢他干起来是被动的。那这样的情况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的指责只能让对方战战兢兢的，你不说他就不会干了，多说一点鼓励认可的话。男方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要出击了，做一些他没有下指令的部分，把它做好。对女方来讲的话，她额外做的事儿你要鼓励，你关注她缺点，她缺点就不断的反复，你忽略她的优点，最后她的优点慢慢也被忽略掉。2个人把心放下来，不要追求那么完美，生活没有完美，好吧？好，谢谢于老师。谢谢老师。来，谢老师。先说一下严重性吧。你们的整个家庭陷入这种焦虑，最难过的、最受影响的是孩子。在父母这种沟通的状态下，他的焦虑真的是有可能影响他一生的。人家说妈妈的情绪真的是影响全家的情绪，影响孩子一生，所以这个是必须得调整的。不是说我们情绪管理，有些人说哎，这太难了，这管理不了，我觉得这性格，但为母则刚，为父也要强，那真的是要去调整。所以首先第一点我要说的是严重性，你要把那个孩子纸条收好，
你要去想想孩子是怎么看待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家庭的。我希望他是个快乐的孩子，你们这么爱他，其实所有的焦虑不都是源于爱孩子吗？爱孩子固然是家庭中很重要的责任，但夫妻相爱才是家庭的原动力。你们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和带孩子的过程中，真的已经忽略了自己，也忽略了对方。这是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特别希望你们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抬眼看看对方。你看你的妻子多漂亮啊！我就看她漂亮，你就看她漂亮。不要忘了，这个女人也需要你的爱。如果她教学一天回到家，你能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可能她会想到说：“哎呀，我老公一个大老爷们儿，一男人在家絮絮叨叨陪俩娃陪一天了，让他休息一下。”他可能就会关注你了。而女士也一样，这个男人还算不错了，他也在付出，也在取舍，也在为了这个阶段而努力去改变和调整，他也在慢慢长大。希望你们生活中流淌的是彼此的关爱，带给孩子的是全家人的相爱，好不好？最后一点，孩子有孩子的生活轨迹，放轻松一点，他也希望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去努力。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快乐，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啊，你我是一样的人，就是操心的命，要求高，别人做的事都看不入眼。三位老师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我就以反面的方式来说。我们把事情想到最坏的结果。首先，我们得接受4点。第一，你不会离婚吧？至少你不打算离婚吧？为了小孩子。是为了小孩子，还是因为有爱？爱肯定是。你这么说，我可以想，你肯定想过很多次离婚，想过很正常啊，不影响夫妻感情啊。恰恰是想过了之后，才认为这不妥，彼此之间还有深厚的感情。所以，首先是不会离婚的，对吧？那就只有等待他成长，只有解决问题。第二，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人有缺点，这是句废话。但是当我们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些。当我们情绪上来的时候，在要求对方的时候，总希望对方是完美的，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我们就忘记了这句话：人都是有缺点，只是缺点有大有小。第三，我们要接受一个人的缺点，也许这一辈子都无法改变。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和很多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前几十年来的综合效果。你会发现很多人过了一辈子，他的缺点这一辈子就是改不了。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婚姻是适应和成长，不是改变。最后一点，一个人要成长，你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你要让他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去做饭，学着做饭，你就要准备牺牲掉这间厨房。当我们觉得我们不会换人，我们也觉得一个人就是有缺点的，我们也认同缺点短时期内改变不了，只能够改善，而且我们也认同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那我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时候要2只眼睛都闭上。最后说一点，就是分工要明确，承担要灵活，我们要彼此为我们的分工付出责任，但是在参与和承担的时候却不能那么明确。所以当分工明确了之后，还是得互相帮衬。当真正在生活当中参与起来承担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老大就是你管的啊，我绝不管，你还是他妈妈。所以家庭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得接受，一定要接受，我们再去期待我们能期待。至于夸男人这一点，我觉得是怎么夸，他哪怕是改变了一点点，你都得夸，因为男人本来就需要被认可嘛，女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你要学会为他点赞，你要学会像在学校老师给孩子贴小红花一样，你也给他贴贴小红花，好吗？好的，话就说到这里，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老师啊。我想说，我们很多家庭，大多数的家庭，在有了孩子之后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父母没有成长。就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应该变化的，但是我们没有变化，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过去的那些方式在做。家长
为什么会焦虑？因为我们缺少了在婚后的学习，所以我们成长的特别慢。学习是成长的第一个核心。第二个核心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角度。我过去也不知道怎么跟那么点的小孩聊天，你知道吗？后来我看了一个妈妈写的东西，我觉得写的挺好。你就天天2个问题就够了，就是你跟我说你今天的开心事儿，你跟我说说你今天的不开心事儿。就是晚上跟闺女夜谈的时候，就我哄她睡觉的时候，她会说：“爸爸，你今天的开心事儿是什么？”我就跟她讲。她说：“你有不开心的事儿吗？”其实我有很多，但是我不能跟她讲。我希望她认为世界是美好的。我说我没有。就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谈话结束了。灯关5分钟以后必然睡着。这个时候是我一天刷手机的时候，其实我用的时间也不多。他们讲这叫高质量陪伴。啊，最后一个跟孩子共同成长的核心就是接受，接受我们曾经没有养好的习惯。包括我听你那个4岁的儿子还要追着喂饭啊，这绝对属于没养好。真的别焦虑了，而且到了暑期了啊，别见了每个孩子都问人家考得怎么样。2个儿子暑期可以好好安排一些活动，知道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反正话也都已经说了，情况也就这么个情况，家里的问题你也应该清楚。如果你真能够做到回到家把手机放下，我觉得其实很多家务活你干就可以了。我尽量把要求降低一点，那么你自己嘛也上点心，好吧？主要还是为了小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要能做到就行，做不到的话，这个情况你自己看着办就行。我也知道你每天回到家已经很辛苦，我也知道我确实做得不够好。那我也答应你，以后在家里尽量能做的多做一点，把手机放下来。也希望你在我做了努力改进之后，多夸我一下，让我有一点成就感。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好了，来看看这对夫妻，他们愿不愿意遵守这个对家庭有利的承诺？请开门。呵，来吧。你推荐的他，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都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哦哦，相片能做到啊？他下班之后做不到也得做到，我要不出来我就有生命危险。你就尽量多鼓励他一下，像鼓励学生一样。哎，别太挑剔了，有2个儿子的家能干净了，那夫妻俩得累死了。我真的觉得生活里面这不是最重要的，乱了怎么着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请亮灯啊！我这个纸条要给我们。对，我希望你们能够特别的把它留好。谢谢。回去吧。谢谢你们，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谢谢你大家。来，请回，请回。不是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哦，绝望的以为是你